大家好，我是大伟。人到老了以后啊，就怕血管不通、血管不畅。毕竟血管和我们的寿命之间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有的人啊，为了养好血管，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投入进去了，结果啊，发现收获寥寥无几啊，自己的血管一直没有把它养好，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他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的解法，这个关键的解法在哪里？就藏在我们的脚底。咱们的脚底上面有一根筋，叫做地筋。有句话啊，叫做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足。这个地筋啊，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我大拇指一动，哎，这个地筋啊就蹦出来了。它是一个硬邦邦的筋啊。我们看一下啊，摸着这条筋，把大拇指啊恢复原位，然后你用手啊往里面戳一戳啊。这个筋如果啊你戳起来特别的硬，它反映的就是你的心血管状态啊并不是很好。如果啊这根筋你戳起来以后啊，感觉还带着一些弹性啊，比较柔软，就说明你这个人啊气血比较足啊，这个血管也比较好。那么为什么这小小的一根筋就能反映出我们身体当中心血管的一个状态呢？有句古话这么说啊，叫做地筋柔则百筋通，百筋通则气血畅。那么古人就认为啊，这个地筋是我们身上经的一个总阀门啊，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身上经络的一个风向标。当我们气血通畅的时候啊，这个经络啊比较通畅的时候，这个地筋啊受着这个气血的一个滋润啊，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反之，如果说你身上啊气血流通不畅啊，那么这个地筋啊就会因为没有受到滋润而变得僵硬。其实在这里啊，它没有说全。地筋它的一个软硬程度，不仅反馈了你身体上面的心血管的好坏，同时呢，和我们脚底沉积的这个湿寒之气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联系。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寒从脚起，对不对？很多人啊，你会发现他身体上面很难受，他泡一个脚以后，脚只要一泡柔软了，浑身上下不仅会出汗，而且会感觉非常的放松，而且此时啊，这个气血循环的一个程度会大幅度的提升。为什么呢？因为它泡的就是脚底上面的这根地筋啊，只要我们想办法能让这个地筋啊长期达到一个柔软的状态，同时把我们脚底当中的这个湿寒之气啊给它去除掉，就能够改善我们自身的一个心血管状态。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们的湿气啊是沉入在我们的脚底的啊，它并不是说啊是从脚底啊从地板上面把凉气吸入了脚底，而是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些湿寒之气啊，它会往下沉入到脚底。所以呢，气血在循环到我们脚底的时候呢，会带着这个湿气啊往上走。那么它在哪里堵了以后啊，哪里就有问题。经常你带着这个沾染寒气的这个气血啊行进全身，你就会容易变成寒湿体质。而寒湿体质的人，大多数啊心血管都不好。其实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去除脚底的湿寒之气，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脚底的地筋啊变柔软。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就是说从两点都能达到，一个是去除脚底沉积已久的湿寒之气，第二个呢，就是去把我们这个地筋啊彻底的变柔软了。怎么去做呢？我在这里啊把中草配比成的成品啊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南湿足贴、揉地筋、通百脉、净化血管、去湿气，这4样它都能做到。很多人通过贴南湿足贴，已经帮助了自己更好的改善了心血管的状态。它组成了这个贴片的一个足贴，每天晚上我们把这个足贴就覆盖在我们的地筋之上，睡醒了以后把它撕掉，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一件事发生了。我自己啊用了2个月，给大家看一下我贴了第一天的样子。当我第一天撕开足贴以后，我就发现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杂质通过足贴把它给吸附出来了。同时呢，我们之前讲的这7味君子啊混合在一起产生独特的一个效力啊，打在我们的地筋上，不仅把阳气打进去了，还能够帮助我们促进地筋的柔软。地筋只要柔软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百脉通了，我们的气血就会更加的顺畅，血管也会越来越好。
这个方法我尝试过以后，发现真的非常的好，因为我用了大约在1个月左右，我再撕下来以后，发现这个上面已经变得清清爽爽的了，就不像之前黑乎黏稠稠的了。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一贴，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撕下来以后啊，惨不忍睹啊，上面真的是黑稠粘稠的东西啊更多。而且我发现啊，你心血管越不好的人，身体上面的湿气啊排出来了就越多，而且呢，你地经越重的人，通过这个方法以后啊，它带来的这个作用啊也会越大。一般来说，用完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你会发现你的地经啊逐渐啊就柔软了，这个手戳进去以后啊，明显就恢复到弹性。那么地经软了以后啊，你会明显的发现啊，不仅这个腿脚啊走路变轻松，浑身上下经络一通，气血通畅了以后，每天都会很有精神。这就是我们把血管给养好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年纪越大的人越要重视养好血管。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学会了以后可以改善好自己的一个心血管状态。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下驼背。驼背这个话题啊，一直是非常特殊的，它不分男女老少，无论是正在学习的孩子，还是对于年轻人或者中老年人，都希望让自己的背啊越来越挺拔。因为你拥有一个挺拔的背部啊，不仅是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非常有利，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自信心，同时你的气质啊也会提升一大截。那么关于如何去矫正自己的驼背，或者让自己的背部变得更加挺拔，很多人啊尝试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发现啊这些方法都太难了，要坚持不下来。有没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快速的让背挺拔起来呢？其实关于矫正驼背啊，根本都不难，关键就在于坚持。今天我教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你做完2分钟，就会发现自己的背啊马上挺拔起来了。刚开始啊，它维持可能大概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慢慢的这个背啊或许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但是你只要能坚持1个月，你会发现你的挺直的姿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原来驼背的状态已经慢慢的不在了。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希望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自己的背啊变挺拔了，感觉自己啊信心增长了。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住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收藏下来，并且转发和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现在我来教你这个3分钟改变你体态的方法。首先咱们做这个动作啊，需要一堵墙，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去做。双脚并拢，脚后跟啊贴着墙，然后我们的腰部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腰部贴着墙，然后把我们的肩膀啊贴着墙，后脑勺贴着墙啊，就这样，你感觉有一种被吸附在墙面的感觉。很多朋友啊就在做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困难了，就发现自己啊，如果说是把肩部贴着墙，这个肚子啊就挺出来了。那么如果肚子贴着墙以后呢，这个背啊就没有办法完全靠着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们核心腹部的力量啊给它用起来。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把我们的小腹使劲，有一种内收往上提的感觉啊。你看，当你找到一种小腹内收上提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然而然整个人啊就吸附在墙面上。把手打开啊，然后让我们的手臂完全的贴紧墙面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慢慢的把手向下啊，让它尽可能贴着我们的墙面，然后呢，去让我们的这个大臂啊和我们的这个内侧啊去贴合在一起啊。大家看啊，这个动作，来，先把动作做好，然后来往下，尽可能去贴合啊，尽可能去贴合到你的极限以后，好，慢慢的再把这个动作往上。好，升上去，好，升上去以后，再慢慢的下来，我们上下算1个啊，就这样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当你自己做了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啊，你薄弱的地方就会发酸、发胀，甚至里面啊有一种燃烧的感觉。比如说你的腹部啊没有力量，那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发酸。你的如果背部没有力量，你会发现你的背部发酸。这个动作啊，就是很好的揪出了你身体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点，从而给它进行全面的强化。所以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心啊静下来，慢慢的去寻找啊自己的一个发力感，往下，慢慢的往上，啊，去感受上不用太多啊，就是上一部分就可以了啊。啊，去寻找一种微动的感觉啊，慢慢往下贴合住啊，尽量去贴合住。好，再往上，
就这样啊，腹部始终收紧上提。好，我们上下算一个，做完5个以后，这个时候呢，大约耗时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我们正常的不用太过紧绷啊，就正常的站直，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站直，你会发现你的胸背完全的就打开了，挺起来了。甚至你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啊，你去活动一下自己的手臂啊，活动一下你的背部啊，你都会感觉非常的轻松。小腹当中啊，也会变得紧紧绷绷的，用手戳一戳，里面啊都是硬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很好的把你身体当中薄弱的点给强化了，一个动作就能让你的身体纠正起来。这个动作无论是对于正在上学的孩子，还是对于中老年人，甚至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都能带来很好的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天把这个动作做上几遍，你就能让你的身姿更加挺拔，信心增长，而且整个人看起来是既健康又好看。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肺功能不好的，经常感觉烦躁易怒的，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道家非常宝藏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不仅能够快速的打开我们的一个胸腔，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更能够让我们安心灵气，让我们整个人处于一种非常祥和的一个状态当中。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心静下来了，整个人会被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给包围着。那么这个动作叫什么呢？它的名字也非常厉害大家记住它的名字，叫做鹤形功。这个功法不仅是打开我们的胸腔，更能够通过一个整个吐纳调节我们内部的一个功能。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以免一划走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现在我们来正式的讲解这个动作的一些细节。做这个动作之前，我希望大家先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呢跟着我一起来体验这个动作的奇妙之处。我们双手你看用我们的指尖搭在我们的耳朵上，这个时候呢动作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标准就形成了。我们记住这个手指不可以和我们的耳朵分开，一定要始终搭在上面。然后呢我们坐着，腹部微微的向内收起。好，记住一个口诀是什么呢？你看，往前的时候我们吐气往手打开的时候我们吸气这个动作它就是配合着呼吸来练的大家看，先把这个动作反复的做几遍。你看，我往前的时候吐气，往后的时候吸气，再往前，再往后。好，我相信这个观众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只要跟着做完了，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以后发现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往前的时候这个手要尽可能的你看贴在一起身子往前俯，手尽可能的往前贴在一起然后往后的时候呢，我们人你看往后靠，但是呢我们的腹部要收紧所以呢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里面可是蕴藏着很多的一个玄机。这个时候呢，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呼吸训练你看往前的时候吐气，吐完，然后我们往后打开我们的手，吸气，头微微的向上昂，同时我们的腹部要往内收。你看，吸，吐，碰手碰到一起，来吸，吐，吸，好，吐，吸，好，就这样我们每天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个一来一回算1次，做上一个20次为一组。做完以后你先别着急去感受，咱们先把后背先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原来可能有些僵紧的后背一下子就变松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身体放松静静的吸口气，就很轻松的吸口气再吐气。你会发现这个呼吸也会变得轻松不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在前和后交叉的时候就是无形之中锻炼了我们深层的一些肌群，
同时呢，再加上我们和呼吸的在一起训练，又打开了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经络。那所以呢，每天你把这个动作啊来来回回做上个20下为一组，然后每天如果时间多的话，再做个2到3组，你会发现啊，只要你坚持下来去做，你整个人啊会非常的舒适。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鹤行功啊，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啊做了一件善事。那么没有关注大伟的呢，一定要在视频结束的时候啊关注大伟一下，因为在我这里啊会专门给大家分享一些你看不到的非常实用、非常好的养生小动作。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冬吃苦，肾气补。在冬天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苦。但是今天呢，咱们不聊吃进去的东西，而是聊一下咱们的腿脚。其实呢，腿脚呢作为力量的根源，咱们往往认为啊，一个人的肾气越足，他的腿脚啊就应该越强壮。那么反之，如果你的腿脚感觉在冬天的时候使不上力，腿脚没有力气怎么办？那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腿脚的力量给它提上来。当它的力量一上来，我们整个肾气也会随之而来往上提升。所以今天我们就让我们的腿脚吃点苦头。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牛的动作，叫做肾阳金刚蹲。这个蹲法呢，其实呢非常的少见，但是呢，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既安全，而且做完以后你的腿脚的反馈也是非常好，并且这个动作做起来还不是特别的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动作怎么去做。如果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来讲一下动作怎么去练。首先，这个动作呢有2个姿势，一个是入门式，还有一个是进阶式。咱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先讲入门式。把腿分开，向两侧打开，脚尖朝外，你腿分得越开越好。把我们整个臀部往下压下来，让我们的大腿和地面几乎平行。刚开始你做的时候，手可以这么撑住啊，撑住了以后，来把我们的脚尖提起来，提起来以后腰背一定要直。从侧面看一下啊，来，我们整个腰背一定要直，然后踮脚往下撞。这是刚开始的一个入门式，大家注意看好。刚开始做，手可以放前，也可以放后，踮脚往下，2、3、4、5、6，往下7、8、9、10下为一组。做完以后站起来，把腿抖一抖，活动一下。这个呢比较简单。刚开始去做，我们对手上的姿势没有任何要求，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腿上。也可以用手撑着墙，甚至把手放在后背，都可以。要做的就是把腿不断的往下撞击，这是咱们的第一种方法。那么第2个姿势呢，叫做进阶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双手举过头顶，往头顶上举。你看，先把腿分开腿分开以后，整个人还是一样往下去沉落下来。把我们的双手举过头顶，握拳，来1、2、3。这个时候你的整个后背会受力的来4、5、6、7，配合呼吸，8、9、10，好，做完以后收工，起来。那么整个动作呢叫金刚式。如果说你把我们的进阶动作完成，你的整个后背也会得到强化，腿部做完会有一种酸酸的、胀胀的感觉。这个动作就是让你的腿多吃一点苦，只要你能够坚持7天，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上来了，肾气越来越足。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练功的人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叫做百练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道家的一个非常牛的方法，叫做晃功。晃功这个动作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整个人要缓慢的晃起来。那么在晃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带动我们身体大量的肌肉参与进来，同时能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而且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牛的地方，就是我们晃完了以后你的身体会微微的发热，直至出汗。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如果你说在冬季做什么动作很牛，那么这个晃功是当仁不让。那么接下来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晃功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感觉好的话，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开始讲解动作。那么首先呢，晃功的起始姿势非常简单，双脚比我们的肩膀微宽一些，从侧面看你看起来的感觉更好。我们收腹挺胸，微
微的把腿啊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整个下盘啊稳定住，把我们的身体啊微微的向前靠。你刚开始做的时候能往前多少就往前多少啊，不要勉强。然后慢慢的我们小幅度的动起来，就这样去动。手呢可以在我们胸前做一个环抱的姿势，就仿佛抱上一个水桶一样。咱们慢慢的晃起来，人微微的向后靠，再往前。那么顺时针咱们晃完以后，逆时针这么去晃。有很多朋友说啊，老师这个动作是不是太简单一些了？其实你做起来你就知道，咱们在往前往后的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肌肉都会参与进来。你千万别感觉这个动作是一个静态的动作，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双腿两侧，然后在晃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大腿肌肉在不断的发力，而且呢，你也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在晃的时候，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腹部和我们的腰部也在不断的发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晃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那么在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呢，就会调动大量的肌肉参与进来，而这些肌肉呢，有可能就是你日常当中你怎么去调动它都调动不了的，但是在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它就会慢慢的参与进来。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幅度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看一下，慢慢的做啊，慢慢的把幅度开始增加。我们刚开始新手做的时候，前面一定要有一堵墙，或者你在后背啊，离大概2、3步的时候也要有一堵墙。万一往后一仰啊，你没有站稳，后面有一堵墙支撑，你就没有问题。所以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然后慢慢的晃。逐渐的，当你开始晃到位了以后，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慢慢的随着身体的扭动，慢慢的晃起来。这个动作做起来并不难，但是一定要静下心来做。晃着晃着，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啊开始不断的发热，而且你的脚底的脚趾会感觉到越来越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你人在往前的时候，脚趾会一直抠着地，不断的往左右去晃动的时候，你脚趾也会参与进来，腿上的肌肉也会参与进来。所以很多人啊，晃上一个4到5分钟以后啊，发现身上肌肉怎么酸了，身上怎么发热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大量的肌肉参与进来以后啊，你身上自然而然就会发热。其实咱们这个动作呢，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帮助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把我们不常用的一些肌肉更好的调动起来。同时，这个动作呢，对于我们的膝盖也好，对于我们的这里也好啊，左边不动的也好，它都不会有太多的负担。日常当中饭后就可以晃，你吃完饭以后晃一晃，你会发现真的比你走路在小区里面走路20分钟、30分钟感觉还要好。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顺时针去晃上一个2到3分钟，逆时针晃上一个2到3分钟啊，每天这么晃一晃，感觉就不一样。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如果感觉视频好的话，一定要帮老师的视频啊点个赞，同时呢把我们的关注给点上。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